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今天我们试驾的这个是什么？大家一直想要看这个车是吧？铃木摇刀。OK， 那么我们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性能吧。我也很期待这个车啊，这个车真的是，之后马上会安排GSX S1000。就是那个新款的那个，非常非常中二的那个双联的那个，二联的那个前面的头灯的那辆车 ，OK 啊，那么我们开始吧，这个车，这个声音，卡塔纳，哇哦，这个油门什么情况？一奶，OK， 走起！我靠，这什么情况？不对！看啊！我不拉油门，我放离合，什么情况？这是？我这个扭力不是夸张可以来形容吧 ？OK， 我们走。太疯狂了，只能说这个扭力已经到了堆扭力堆到疯狂的境界了，好吧？太给力了！这个扭力，我勒个去！这个扭力是我骑到现在扭力最大的车了吧？估计，这太夸张了。这个非常非常的牛啊！其他的车的话，你比如说不捏油门不转油门，其他的车不转油门的话，你比如说放离合。确实也有会往前面走的那种，然后也有引擎里面的这个就是最低速的时候的油门辅助也是有的，但是从来没有一辆车像这个摇刀这样的这么夸张。你稍微放一点点，它就开始走了，开始起步了就，太给力了。这个的感觉，现在我上手的这个感觉的话，这个首先一个引擎，哇，这个引擎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它这个声音听着就是在低速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强劲的动力的这个声音，声浪的好听的程度声浪的好听它分好几种啊，这个摇刀的这个声浪就完全就在告诉你，他自己在那里说，告诉你我的低扭很厉害，我的低扭超级厉害的这种感觉，就这个声音，这个声浪真的是太好听了。哇哦，这个瞬间一下子这个爆发出来，就直接刚一转眼就70多了吗？这太夸张了。这个低扭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这个瞬间爆发力也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这个根本就不输给 KTM 啊。然后怎么说呢 ，KTM 的超级公爵吧，它这个感觉就是在这种城市里面底下在骑的时候呢，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憋屈感，就是说它这个就猛的想要往前冲，但是呢你因为这个路上面你实在是冲不起来的这种感觉，然后它就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力量这个整体的这个动力全部憋在那里的出不来的这种感觉，这真的是非常的就有这种感觉，是非常的强烈的。但是这个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而且这个握把，握把也是很宽的，这个也是很宽的，跟我当时骑 KTM 的超级公爵的时候差不多的这个感觉。然后前面的这一块码表离自己比较远 ，KTM 的码表的话离自己比较近，这个稍微再有那么一点点区别。哇，这个感觉哇太好了！这个
哎，我是不是什么时候好像我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变成了铃木吹了呀？有点夸张啊，这个。哇，这个真的是，哇，这个刹车也是给力。然后我们进个 N 档试试，哇，也是，哇，这个离合器也是很轻啊，没有小油壶的离合器，也是非常轻的。给力给力，这总体来说的话，这个真给力啊！铃木的车感觉每一辆骑上去就不得不吹一下的，为什么？感觉我好像还是比较喜欢铃木的车的，但是铃木的这个干劲哈，4家厂里面的这个干劲好像是最差的，也不做什么一些销售啊什么东西，也不打广告啦，那这个摩托车根本就是默默无闻的这种感觉，也没有什么超前的那些东西啦。电子4家厂里面的那些电控也是最晚加上去的这种感觉，然后作为招牌的这个仿赛公升级的这个仿赛，到现在还不更新，就已经落后了好几代的这种感觉，但是不影响它好骑，太给力了啊！咱特地走一个小路看看这边是不是会跟 KTM 的一样，感觉非常的憋屈。但是现在感觉这个低速上面，这个非常低速的感觉，一点都不憋屈。这个真的就是在最低扭的时候的这个恩惠啊，这个全部都是，就感觉这个低扭真是源源不断的给你上来，我靠，太夸张了这个。不过呀，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油箱有点小，12升吧，应该是，我记得是12升。我的 S1000双2都要16.5升，它只有12升，这个油箱有点小，感觉这车就是跟 KTM 的超级公爵相反，正好相反啊！超级公爵就是让你跑高速啊什么的，跑远路啊什么的，甚至它还可以在街车。它是标配的，自己的原厂的后面有两个箱子。可以装的像这个的话，就纯的感觉就是日本车的这种风格，就是说让你在城市里面跑的。像这辆车在这种小路上跑，我一点都感觉不出它有这种一定要向前冲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给力啊！这种低速上面一点的有点操纵起来麻烦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感觉一点都没有，真的是。所以说，我现在骑了这么多的车，也渐渐的感觉出来了，就是日本车和欧洲车的一些区别。欧洲车的话，主要是怎么说呢，在高速领域里面中高速开始，你这个车渐渐开始好操控了，而且所有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发动机的里面的调教啊什么的，都是让你在中高速开始发挥这种力量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脚的着地感，说实话，这辆车的脚的着地感并不是很好啊。这个坐垫很宽，然后脚分得很开。然后我骑这种车也是这个脚已经快要伸直了这种感觉了，没有弯，没有余地可以弯过来。哇哦，这个动力实在是太夸张了，我稍微一不注意，它就已经这个速度已经上去了。这个动力还是稍微要注意点的，尤其是在最低速的时候，你比如说跑一些30-40公里的小路的时候，这个真的是没注意就已经这个速度就已经超了，这种感觉。哇，这车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这个油门的线性程度，然后和这个离合器的线性程度，哇，太夸张了这个。然后今天风还很大，这个车非常的稳啊。
真的是非常的稳。现在就是一阵一阵的风吹过来的时候，我的人都能感觉被带出去的，但是这个车稳的不动，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真的是现在哇，这个风真的有点大，这个风真的有点大哇！我稍微要 hold 住一点的这个风，但是这个车完全不会动。但问题是，这个车不会动，不表明我不会动，对吧？我会被风吹了之后，然后这个人就直接上外面倒出去了，有可能。哇，这个车真是感觉又敦实，然后这个底下的这个动力又足，哇，这个感觉真的是，感觉，比如说。对吧？像 S1000这种，你在开汽车的时候，感觉在开那种什么超跑啊、什么超跑啊这种之类的感觉。这个车就感觉你在开这种非常强劲的那种动力的，比如说像军用的，像悍马啦之类的这种车，哇，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不过，所有的操纵啊什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但这个。对吧？码表还是用的这个码表，这个也是非常不爽的一点。能不能换一个什么好看一点的？然后再什么其他，比如说像上下的快排啦，什么加上去啊之类的，为什么就不用呢？这个真的是铃木在这种地方就感觉非常的怨念呀。这种为什么就不把这些先进的东西装上去呢？期待明年或者后年，这个刀也能升级，把那些什么。S1000上面的那些装备全部装到这个上面去，哇，那这个车也是非常的给力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可能也是战略上面的一些定位问题。这个车的话，就比如说它把这些东西全部去掉，然后卖的比较便宜。然后 S1000 GSX S1000哈，它可能就把这些东西全部装上了之后，就卖的稍微贵一点，这个感觉。我现在就感觉这个声音，这个声浪听起来就感觉跟当年骑 V4 的时候的一样的，就感觉，整一个引擎的这个主张感很强呀。哇，这个声音是真的给力啊！这个是原厂的尾排啊，这个声音也太夸张了。OK， 那么这个车的话，总结一下呗。骑了 KTM 的超级公爵之后，然后感觉这个车的话跟超级公爵完全是对立面的。什么叫对立面呢？就是超级公爵的话，它是想要有一种非常强劲的力气让你往前冲，然后让你要拉得很快的这个感觉。出远门用的，并且它那个油箱鼓起来那么高。增大的油箱空间，然后这个车的话呢，就是它把油箱空间缩小了，为了这个设计，它整个设计应该是按照老的那一代来的，所以这个设计的话，可能稍微要去掉一点油箱的容量，然后加大了低扭的话，这个真的是太给力了，完完全全就是感觉一辆公升车让你在城市里跑。然后呢，除了这两辆车之外，S1000宝马的 S1000单 R 的这个定位在哪里呢？介于这两辆车中间。我的感觉就是介于这两辆车中间。低速的扭力它也有，不至于很烂，但是呢，输出很平顺，不像超级公爵那么突兀。然后呢，高速上面呢，它又可以拉得快，对吧？毕竟是超跑的引擎，所以说这三辆车的话，就看自己喜欢哪一辆。这三个车都不冲突的，喜欢哪个领域的性能就买哪一辆。哇，这是冰呀！我靠，这是冰！我勒个去！还好，吓死我了！刚才是冰啊！所以说要速度还是有速度的，但是刚刚拉一把之后啊，按照3速，然后拉到这个速度，感觉在上面的地方有点吃力，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上面的这个动力源源不断的这个出来的感觉，突然之间没有了。OK， 那么
今天的视频都差不多到这里了。铃木的妖刀啊，真的是非常的给力的一款车。在城市里面骑行的话，我觉得选这个车的话，应该是非常不错的。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